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晚在北京继续以视频方式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6次峰会，今年已是习近平主席连续第9年出席 G20 领导人峰会。今年的 G20 罗马峰会以人、地球与繁荣为主题，根据日程安排，周六举行第1阶段会议，重点讨论全球经济与全球卫生议题。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5点建议。周日举行第2、第3阶段会议，分别聚焦气候变化和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习近平继续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是当前突出的全球性挑战，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也关系地球未来。国际社会合力应对挑战的意愿和动力不断上升，关键是要拿出实际行动。习近平指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能源转型，归根到底靠技术进步。20国集团成员应该率先促进先进技术推广运用，发达国家也要切实履行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时隔4个月，美国总统拜登踏上欧罗巴大陆。然而，相较于上回在欧洲宣布美国回来了的自信和气势，此次拜登在盟友面前面临严重的信任和领导力危机。阿富汗撤军、潜艇合同风波等一系列混乱，早已透支了美国的国际信誉。无法弥合的美国内两党矛盾，久拖未决的大规模支出法案，更使得拜登在国际场合没有拿得出手的美国方案。周六，拜登首次以总统身份出席 G20 峰会，然而他的首秀却显得和前任们不太一样。比起特朗普和奥巴马在 G20 场合与盟友高谈阔论美国方案，拜登此行两手空空。美媒的报道指出，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内外发生了太多的事，阿富汗撤军、潜艇合同风波等一系列混乱，严重透支了美国的国际信誉。而美国国内高企的通胀、持续的供应链和疫情危机、久拖未决的大规模支出法案，无不为开启任内第2次欧洲行的拜登蒙上阴霾。按照惯例，结束首日议程的 G20 领导人们汇聚在一起，拍摄全家福。纽约时报注意到，拜登低调地站在了第1排最边缘的位置，紧挨着刚果总统齐塞克迪。报道形容，拜登的边缘站位与过去奥巴马、特朗普站在中心位置形成鲜明对比。此外，步入会场的拜登还曾向默克尔、马克龙等人挥手致意，但只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走上前去与拜登握手。尽管 G20 领导人合影站位是与主办国安排和领导人在任时长等因素相关，但美媒的这一说法依然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拜登的尴尬处境。法国24新闻台以拜登正面临一系列微妙的外交行程为题进行报道，并抓拍到周五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时，拜登低头锁眉的场景。据路透社报道，在美法两国因潜艇合约风波闹别扭之后的首次会见中，拜登承认他的政府在处理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安全协议这件事上做得很笨拙。What we did was clumsy. It was not done with a lot of grace. I want to make it clear. France is an extremely valued partner. Extremely.法媒指出，拜登低头服软与马克龙惺惺相惜的样子，和1个月前因为美英澳3方核潜艇协议导致法国撤回驻美大使，两国关系陷入冰点的样子相比，这次会面看起来已经冰释前嫌，实际上充满了拜登的算计。他选择率先修复与法国这个传统盟友的关系，并重申了双方将继续在多个领域的合作，一定程度上让美国在美欧关系这一项上赢回了些许主动权。对拜登如今内外交困的局面来说，多少算个加分项。长期研究国际战略的学者孙成浩向深圳卫视分析，表面上看是拜登给了个台阶，马克龙顺着就下了，但是在现实利益面前，美国背后插刀的戏码会否重演，还待观察。我觉得这个事情虽然翻篇了，但是美欧或者美法之间的这个矛盾和分歧并没有就此结束。我觉得主要也是2个层面。第一个就是说，美国现在仍然把法国或者欧洲当作它大国竞争的一个帮手，也就是说，它现在对欧政策，它的视角永远是加了一个大国竞争的滤镜。那么欧洲对此是不满意的。第二个就是在同盟框架之下，他们自己本身有一些结构性的矛盾是得不到解决的。为进一步取得盟友信任，修复摇摇欲坠的关系，据《华盛顿邮报》周日消息，拜登政府在 G20 峰会上与欧盟官员达成协议，取消了特朗普3年前对钢铝加征的部分关税，签订了一项全球可持续钢铝协议，允许美欧间特定数量的钢铝贸易保持低税率。美方多名高级官员表态称，
称，这项协议至关重要，移除了美欧双边关系中最大芥蒂之一。不过，也有专家吐槽协议来得太晚，已经有许多商品价格高企，令人沮丧。此外，一直以来，美国为欧洲的盟友提供核保护伞，但日前爆出的拜登政府有意在新的核战略指南核态势评估报告中写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政策的消息。事实上，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考虑改变使用核武器的政策。2016年，奥巴马政府曾考虑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今年8月，包括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在内的一些美国官员和核裁军专家发表公开信指，拜登正在考虑发表一份声明，称美国不会在最初的攻击中使用核武器，并请求日本支持这一政策。但此举也引发了盟友的担忧和反对。孙成浩分析认为，从冷战至今，美国很多欧洲和亚洲的盟友之所以跟着他走，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美国的核安全伞。现在盟友却对美国能否坚持安全承诺产生质疑。因为在阿富汗危机之后，就是美国单方面从阿富汗撤军，没有跟欧洲盟友商量，这些都给盟友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比如说，欧洲盟友担心美国是不是以后战略中心转向印太以后就不管欧洲了；亚洲盟友会担心，你美国既然转到亚洲来了，那么地区的紧张局势就会被你挑起。那么你现在又要说放弃这个首先使用核武器，那么一旦我们卷入到了亚太地区的这个军事竞赛的话，会不会出现新的风险？ CNN 分析认为，美国之所以在国际上出现重大信誉危机，引发盟友对其领导力的质疑，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政治日益两极分化，两党难以弥合的矛盾，使得美国立法和行政效率低下，拿不出什么在国内外有建设性的法案。飞往意大利的前一天，拜登在国会公布了一份价值 1.75 万亿美元支出的框架协议，该协议是之前 3.5 万亿美元的精简版，囊括了对基础设施、气候和儿童保育的重大投资。他还呼吁国会支持一项被搁置已久的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法案。美媒称，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一直是拜登宣传美国必须在国内强大，才能在国外发挥领导作用的关键部分。有知情人士透露，临行前急于向盟友展示成果的拜登，直接在国会闭门会议上对议员们喊话。世界其他国家都在看着美国这一套还能否发挥出作用。众院议长佩洛西也在为拜登助攻，试图在拜登抵达意大利之前让1万亿美元法案获得通过，但事与愿违。直到拜登的飞机降落在了罗马机场，这些法案仍在经历喋喋不休的扯皮。政治极化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让拜登抵达欧洲时两手空空。正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国际经济政策专家马修·古德曼说的，这使得拜登更难喊出那句“美国回来了”。拜登的领导力受到了深深的质疑。因为无论做任何事情，在国内都面对一个否决政治的泥潭，所有的外交上的行为也可能会面临国内政府与国会之间的这样的掣肘，使得他的很多举措不能落到实处。当美国在高调地向盟友伙伴宣示美国回来的同时，其实盟友伙伴以及世界各国都在观察一件事，就是美国到底回来多久。如果拜登政府不能有效地改善国内一系列的问题，放任政治极化继续愈演愈烈的话，这会对拜登未来的执政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对美国的国际领导力产生进一步的打击。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正在罗马出席 G20 系列峰会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分别与俄罗斯、意大利、法国等多国外长举行会晤。此外，王毅还会见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以及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当地时间周日，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约50分钟的会晤。王毅要求美方奉行真正的一中政策，而不是假的一中政策。而布林肯则重申，美方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当地时间周日上午，王毅与布林肯在罗马举行会晤，这是两人今年3月在阿拉斯加会谈后首次面对面。外界关注两人再次会晤会不会重现安克雷奇唇枪舌剑的名场面，尤其是在台湾议题上展开交锋。根据公众号玉渊谈天发布的消息，会谈地点是在中国代表团驻地，布林肯率领美方代表团抵达会晤地点后从侧门进入。王毅与布林肯两人见面时没有碰肘，也没有进行过多寒暄，现场记者短暂拍照后，双方团队立即就座，会晤约50分钟。会谈中，王毅表示，这几年由于美方奉行错误的对华政策，致使中美关系遭受全面冲击，美方肆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本届国会就出台了300多项反华议案，美方将900多个中国实体和个人列入各种单边制裁清单，严重破坏了中美之间的正常交往。美方还在全球范围拼凑打压中国的各类小圈子，甚至对很多中小国家施加压力，
这些做法不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不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中方对此明确反对。王毅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一旦处理失误，将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全局性破坏。最近一段时间，台海局势再次紧张，美方多次称这是中国改变现状所造成的，这完全不是事实，而是对国际社会的严重误导。王毅强调，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是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历史经验已经多次证明，任何对这一现状的改变都将严重损害台海稳定，甚至制造台海危机。当前台海局势的症结，就是因为台湾当局屡屡试图突破一中框架，而美方对台独势力的纵容支持也难辞其咎。制止台独倾向的发展，就是在维护台海和平。我们奉劝美方意识到台独的严重危害，我们要求美方奉行真正的一中政策，而不是假的一中政策，要求美方履行对中方所做的承诺，而不是背信弃义，要求美方把一中政策真正落实到行动上，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王毅还表示，愿同布林肯建立经常性联系，就如何管控双方分歧，妥善解决出现的问题，及时坦诚地交换意见，以增进了解，消除疑虑，避免误判，探索合作。布林肯重申，美方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布林肯表示，美方赞同美中应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发展两国关系，愿同中方保持沟通，负责任地管理分歧，避免对抗，甚至发生危机。会围绕中美关系当中现在存在的这个问题，或者是未来应当准备的一些这个议题呢，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交流。希望美方呢多发出一些积极的声音，不要在台湾等涉华核心利益的等重大问题上这个制造麻烦，为两国关系走向一种稳定的可控的这种状态呢做出努力。根据中美元首9月10号通电话达成的共识，双方高层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苏黎世会晤。紧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分别与美贸易代表戴琪以及美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另外，中美元首通话2个星期后，在加拿大被非法拘押近3年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返回中国，这也是中方此前开出的纠错清单中的一项内容。然而，就在中美关系出现缓和迹象之际，本次 G20 峰会召开前一段时间，美国再度加大了对中方的施压力度，不仅纠集多国海军在南海大搞双航母演习，更是大肆炒作台湾议题，导致台海局势急剧升温。当地时间周五，王毅在参加 G20 峰会期间直接批评美国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王毅表示，近来美国等个别国家企图在台湾问题上搞突破，这一做法违背了其同中国建交时所做的政治承诺。他们在50年前就阻拦不了一个中国原则，在21世纪的今天更不可能得逞。如果一意孤行，必将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王毅强调，台湾的未来除了与大陆实现统一，没有其他的前途。台湾除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没有其他的国际法地位。拜登政府现在整个的对华战略和政策就充满了矛盾性。一方面，他想让想与中国想希望中国与美国合作，应对一些比方共同性的地区性挑战，但是呢，他又想在这个所谓的人权、涉台、南海等一系列涉华核心利益上问题上，又想把它当做制华恶华的牌来打。当地时间周六，王毅在罗马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中方高度评价普京总统关于中国是俄罗斯最可靠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的论断，愿同俄方一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持走人间正道，反对小圈子、假民主、新冷战等各种邪门歪道。拉夫罗夫表示，近期两国元首互动频密，引领俄中关系迈上历史新高。俄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筹备好两国元首会晤和总理定期会晤，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大成果。此外，双方对美英澳建立3方安全伙伴关系并计划开展核潜艇合作表示严重关切，认为 AUKUS 是典型的军事集团，美英澳搞小圈子，违背求和平、促合作、谋发展的时代潮流，不得人心。
心也没有出路。当前的形势下进行这个拉帮结伙、搞小圈子，这样它不利于全球统一的、协调的，或者说这个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恢复的这种努力，不利于这种合作。而在与意大利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迪马约以及法国外长勒德里昂的会谈中，意法两国外长均表示愿加强同中方的协调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并强调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因为受疫情影响，这个全球多边会议大多数都改为这种线上，这次呢也是线下举行的一个重要的多边会议，所以通过这种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啊，也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陈先生您好。G20 峰会前，拜登总统向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认，美国和盟国在处理潜艇合同风波时笨拙，这是否意味着法国已和美国及澳大利亚、英国和好了呢？围绕潜艇合同被截胡，法国和澳英美三国结下的梁子不太可能呢很快消失，包括呢这个法美关系。鉴于美国呢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法国会对美国和澳英采取不同的态度。加上拜登的自我检查和对法国的恭维，法国呢可以对美国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但是呢依然是心怀芥蒂。拜登和马克龙呢在第三国举行和解对话，而不是在法国或者是美国，已经说明了法美关系向好还是需要时间的。欧洲国家呢对美国的不信任、不靠谱依然是颇有微词，而对于澳大利亚和英国，法国的态度呢就表现得更加直观，不满情绪很明显。马克龙说呢，伦敦的信誉正处于危险之中，而现在这个英法呢目前也就与耶尔进行激烈的交锋。法国对澳大利亚呢就更不客气了。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峰会期间呢，曾经主动的与马克龙交谈，马克龙呢眼里是充满了不屑和不信任。那么对于澳英美三国法国的态度呢是你们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证明友好关系，而不仅仅是说一说。马克龙呢对拜登说得很清楚，信任和爱情是一样的，声明呢是好的，证明是更好的。法国呢显然在看澳英美怎么做，而不是怎么说。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针对国台办副主任关于统一后台湾的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的谈话，台陆委会竟无理攻击大陆方面没有认清国际现势及两岸关系现况，妄称大陆蛮横设定，一厢情愿描绘统一后台湾发展路径。直播稿台栏目由东鹏灵堂冠名播出，东鹏灵堂无糖型能量饮料。针对国台办副主任刘军川关于统一后台湾的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的谈话，台湾方面陆委会周六无理攻击大陆方面没有认清国际现势及两岸关系现况，妄称大陆蛮横设定，一厢情愿描绘统一后台湾发展路径。另一方面，连日来解放军军机继续正当合法的在台湾西南空域常态化战备巡航，而民进党当局借此加大力度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最新的戏码是，台军将花40亿新台币启动3个方案，意图在战时快速有效治疗伤员。针对民进党当局加紧谋独挑衅，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正告：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岛内亲绿媒体周日报道称，今年进入台西南空域的解放军军机已达699架次以上，10月最后一天一早更2度袭扰。而就在前一天的周六，绿媒报道指，根据广播记录，台空军遭到解放军军机先行广播驱离。值得一提的是，10月26号，包括1架次米17直升机、1架5直10武装直升机在内的7架次解放军军机进入台西南空域，这也是台军首次记录到解放军武装直升机进入台西南空域。
解放军军机常态化战备巡航，绿营却借机大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周日，台媒发布一则独家消息，声称鉴于解放军行动，台防务部门军医局明年将花费41亿多新台币启动3个方案，意图在战时快速有效治疗伤病患。报道引述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日前的言论称，现在两岸情势是他从军40年以来最严峻的时刻。这一消息被曝光之前，台防务部门刚释放出消息，台湾将于2022年3月完成所谓战时民众求生避难手册的制作。民进党当局持续推高渲染台海紧张局势，挑动两岸对立，搞得岛内人心惶惶。10月初，一项针对台北市民进行的民调显示，有42.6%的受访市民表示担心两岸发生战争，甚至有台湾民众担心发生战事已经开始储存求生物资。此外，岛内民众对蔡英文当局的两岸政策怨言颇多。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一份网络民调显示，有超过70%网友认为现在两岸关系很差，超过60%网友对民进党当局的两岸政策非常不满意。周五，国台办2位副主任接连就两岸关系表态。在第9届海峡青年节开幕式上，国务院台办副主任龙明标表示，台独分裂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维护两岸和平、促进两岸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的康庄大道。今天嚣张作恶的台独顽固分子必将被押上刑事审判台，钉在历史的屈辱柱上。祖国大陆永远是岛内一切反独筹统力量的坚实可靠后盾。同一天，国台办副主任刘军川在一场名为“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的研讨会上发言，同样提到了对台独顽固分子，大陆将依法严惩，终身追责。更让外界关注的是，刘军川对实现统一后台湾的前景做了详细的描述。刘军川表示，两岸统一后，台湾的和平安宁将充分保障，经济发展将得到充分增进，民生福祉将得到充分提升。台湾同胞，特别是广大青年来大陆发展的天地更加广阔，文化创造将得到充分发扬，对外交往将得到充分拓展，在国际上腰杆会更硬，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刘军川还特别提到，台湾的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台湾同胞的民生福祉将得到充分提升，两岸交流往来更加便捷，台湾同胞特别是广大青年来大陆发展的天地更加广阔，台湾的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最近这个台湾的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唱和是非常之多，有一些已经是越红线的，双管齐下吧，软的硬的都有。那其中呢，我觉得台湾人也比较听得进的呢，就是说，台湾人的税收呢就可以用在台湾的民生建设上头。那这句话我相信是可以打动很多台湾人的心。从蔡英文这几年来买了几千亿台币的武器，陈旧的不经用的而且是不经打的武器上头。刘军川的提法也引发岛内民众热议，台湾究竟要走向何方？民进党当局见势不妙。周六，台湾方面陆委会发表声明，无理攻击大陆方面没有认清国际形势及两岸关系现况，声称大陆蛮横设定一厢情愿描绘统一后台湾发展路径，早已被台湾2300万人民坚定拒绝，还指控大陆方面长期自处于谎言与妄想中的对台工作思维格局。对此，《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反问：大陆和民进党当局究竟谁长期自处于谎言与妄想中？究竟谁错误认知了国际现势及两岸关系现况？又是谁在误判台海局势的未来？新华社在社评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中问道：如果放任民进党当局背逆历史潮流，推动去中国化，迎合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不择手段煽动反中仇中，将2300万台湾同胞一起绑上战车，那么台湾的和平安宁何以维持？投资和经济环境何以存续？台湾同胞的民生福祉何以保障？负隅顽抗搞台独只会铸成历史性大错和灾难性后果。文章指出，我们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也愿意首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相反，制度的安排可以形成互利共赢局面，人心的契合将使统一基础更加牢不可破。两岸同胞命运与共，彼此没有
解不开的心结。文章说，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这是我们始终不变的政策宣示，更是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现状他们是鸡同鸭讲，根本讲不通的。因为大陆是希望和平统一，而台湾是希望和平独立。我觉得是挺好笑的啦。因为造成今天这种紧张的情势，就是因为你的美台勾搭嘛，就是往独的方向走。但是大陆到目前为止还说我要和平统一，所以对你释出那么多的善意，你的目的跟我的目的是不一样，道路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讲什么话我都听不进去。实际上，民进党当局近期加大对大陆的挑衅力度，离不开外部势力的怂恿。今年8月，立陶宛同意台当局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中国政府对此坚决反对，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华大使。此后，立官员不间断发表一些不当言论。瑙塞达曾扬言，在对华争端中绝不退让。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吉斯还宣称要让中国遵守国际义务。立陶宛就被美国选中了，就是第一个他小小的一个国家，那他对美国死心塌地，尤其现在中国大陆又跟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好，他跟俄罗斯又是世仇，所以敌人的朋友我看起来当然也是我的敌人他就跟台湾一样是美国的棋子之一。此外，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日前联名复信欧洲议会和欧洲国家议会部分议员，就立陶宛宣布同台当局互设代表处遭中国批评表达关切，称此举没有违反欧盟的一个中国政策，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施压不可接受。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六就此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国同所有建交国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坚决反对台当局在国际上制造2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图谋，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当局进行官方往来，敦促立陶宛政府恪守同中国建交时所做庄严政治承诺，不要做出不可挽回的错误决定。欧方应当采取正确立场，防止干扰中欧关系健康发展。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国台办副主任刘军川、龙明标在同一天对台发声，前者说的是统一后台湾财政尽可用于改善民生，后者说的是台独顽固分子必将被押上刑事审判台。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呢？可以看到，即便是台海局势复杂严峻的当下，我们仍然给予和平最大的机会。也正是台海局势复杂严峻的当下，我们不会给台独分子任何侥幸得逞的机会。在我看来，刘军川副主任的财政改善民生论点破了一个残酷的真相，那就是对岸的民进党执政当局根本没有将台湾民众的民生福祉放在首要位置。事实上，我们就是要揭开这群台独政客沽名钓誉的真面目。在他们执政的逻辑里他们只懂得借助所谓台独红利中饱私囊，绝没有创造和平红利造福台湾民众的胆识与魄力，更遑论张开双臂迎接统一红利，去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有利局面的历史使命感与民族荣誉感。因此我认为国台办主动设置这样一个议程，对民进党执政当局是有震慑力的，对岛内台独分子是有杀伤力的，对广大台湾同胞是有感召力的。新华社周六发表评论文章，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这是我们将统一红利主动摆上桌面，让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台湾同胞自己去做一做这道简单的计算题，道理并不复杂。假设两岸刀兵相向，战火再起，台湾目前引以为傲的半导体产业纺织业、资讯科技产业以及农业，都会因为台湾岛陷入重重包围，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些表面上的繁荣，完全可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可以想见的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已将所谓台独红利吃干榨净的台独分子们早就买好了飞往夏威夷的机票，头也不回的盘算着在大洋彼岸安享晚年，任他身后洪水滔天。如此荒谬的事情，倘若真的发生，首先应该感到羞耻的，正是那些被假象蒙蔽的台湾民众。
那些用选票亲手将台独分子送上执政位置的绿营支持者们。这无异于将刀枪赠予恶棍，无异于将硕鼠送入粮仓。因此啊，在我看来，台湾民众是时候清醒过来了，给统一投出信任票，走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让台独分子无路可走。那么另一方面，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近日口出狂言，声称没有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对于立陶宛允许台湾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的决定，北京应当心平气和地接受。那么吴先生，您对此是如何解读的呢？立陶宛这个人口不足300万的弹丸之地，在历史上就以能量不大、动静不小闻名欧洲。如果我们翻开立陶宛的近代史啊，会发现它通篇写满了2个大字，那就是反俄。毫不客气地讲，这个弹丸小国之所以存立，很大程度上源于欧洲大陆上的霸权争夺。从1战、2战的苏德制衡，到冷战时期的苏欧对峙，再到冷战后欧盟与俄罗斯的恩怨情仇，立陶宛一直处于地缘博弈的地震断裂带上。一旦读完这段历史啊，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弹丸小国的生存之道便在于折腾二字。这种小国狂语，很大程度上啊，便是他折腾的主要手段。它的底层逻辑便是通过碰瓷大国来换取盟友的支持与赋能，每闹一次都能从中榨取相应的利益。久而久之，这个国家的执政者便对这种生存模式产生了路径依赖。一旦看懂了立陶宛政客的套路啊，我们便要进一步看清他们这番举动背后的大国博弈背景。近年来，中欧关系进入了一个不确定性增加的动荡周期，尤其是拜登总统上台以来，一手修复美欧关系，另一手借助意识形态议题离间中欧关系，新疆、香港、台湾话题成为主要抓手。立陶宛就在这当中啊，扮演了一个马前卒的角色。别看他跳得如此之高，身后必有大国受益。实际上，欧洲各国其实心里也有数，因为在他们的共同记忆当中啊，立陶宛一直就是这么一个靠碰瓷儿发家的。目前，欧盟各主要国家仍然处于观望阶段，这些无利不起早的老牌国家其实也在好奇，就是对抗中国啊，真正能够从美国那儿换取多少切实的好处呢？老实说，与澳大利亚不太一样，立陶宛与中国的经济交往十分有限。2019年，立陶宛与中国双边这个货物贸易额为13.5亿美元。对于国际贸易而言呢，这个数据显然算不得上是什么大手笔。因此，我们很难用经济牌这个传统工具去修理这个口出狂言的欧洲小国。更何况，这是一个明摆着就是来碰瓷儿的国家，对他的所作所为若报以滔天之怒，反倒是在给他赋能，正中对方下怀。因此，我个人建议，我们不妨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处理好中美、中欧这2个重要战略方向上的关系。对于这些靠榨取大国博弈红利的边缘小国，不妨让他再跳一阵。待到中欧关系进一步明朗之时，我想会有人主动请缨，替我们修剪一下这个长歪了的小枝蔓。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再来关注中印边境局势。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陆军正在通过空运大口径火炮、新型突击步枪执行进攻行动的直升机部队以及升级的反无人机系统，加强在实际控制线沿线的态势。同时，印军还在边境线上部署了所谓的国产超音速导弹。此外，印度还于日前试射了烈火5弹道导弹。印媒称这是一款洲际导弹，但有专家指出实属夸大其词。印度一连串的军事部署和导弹试射，向外界传递了何种信号？来看报道。印度东部陆军司令马诺杰潘德中将称，正在其非法占领的藏南地区引入高机动全地形车、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精确制导炮弹、夜视和现代监视雷达等新系统。该地区驻海拔4267米以上的步兵部队则配备了新型瑞士西格绍尔突击步枪。印度经济时报网站报道称，印度陆军在该地区部署的美制 M777 超轻型榴弹炮可以利用支奴干直升机空运，由于高海拔条件，该炮精确射击的距离接近40公里。同时，部署在该地区的由印度企业升级的 L70 高射炮、集成雷达和火控系统，可以自动跟踪和锁定空中目标。
实际上呢，由于印度自己的这个工业水平呢，它也没能力去生产这些武器，那么它只能通过外购。谁卖给他，他就买谁的；谁的好用，他就买谁的。要是山地作战的话呢，实际上这个自行火炮就是靠陆地的这种机动是很困难的，因为很多地方都没有路。于是乎呢，他当时就开始装备这种重型的这个直升机，然后通过这种空中调运的方式呢，调这种轻型的火炮到一些这个制高点去，这个让这个火炮上山，这个对敌人呢形成这个火力上的局部优势。所以说他去买这个美国的重型直升机这个吊装这种轻型火炮，是他基于过去的战争经验的一种这个考虑。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印度还在该地区部署了国产超音速巡航导弹。而在今年早些时候，专为中印边境陡峭山区地形研制的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已经装备印度第4个布拉莫斯导弹团。该型导弹飞越山脊线后，能陡峭地潜入山谷，以满足在山区边界的使用要求。据悉，该导弹可以方便地由印度空军苏30 MKI 战斗机携带，快速部署到前线机场。另据印度媒体报道，由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研发的一款名为 HSTDV 的高超音速武器，曾在9月进行了试射，取得了重大突破，速度达到了6马赫。据悉 ，HSTDV 是一款用于高超音速飞行器研究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演示验证机。除了可用于未来的远程巡航导弹之外，据印度专家称，试射与布拉莫斯2型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有关。印度和俄罗斯正在合作研发先进版本的布拉莫斯导弹，而这一导弹将以俄罗斯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为基础进行研发，最早可能在2025年进行部署。有报道指出，由于该核心技术仍属于俄罗斯，印度主要是参与了一些软件方面的研制。它对这个高超音速武器的这种飞行特征包括说是它的这个一些气动布局的这个应该如何设计应该说它是搞不出来，或者说即便要搞出来的话，可能也试错的成本也比较高。但是呢，印度这个国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同时获得了这个美国和俄罗斯的这个支持，它的武器既可以买美国的，也可以买俄罗斯的。那俄罗斯只要给他一点这个实验方面的这个结果或者说给他一些相关的技术呢，印度说想传一个这个东西出来，还是可能可以实现的。所以说这个我们既不用太高估它的实力也不要低估于它的这个东西能不能搞出来。此外，印度军方于周3成功发射了射程最远的国产弹道导弹烈火5，这种导弹能够击中约5000公里以外的目标。根据印度国防部资料，烈火5是印度首个采用3级固体燃料发动机推进的导弹，长约17米，直径约2米，重约50吨，可携带多枚核弹头。而分导式多弹头技术一直被认为是此次试射的核心内容，但据印度时报报道，至少需要2年时间才能测试多弹头的能力。自2012年4月首次试射成功后，烈火5已进行了8次测试。印媒《印度快报》将烈火5称为具有核打击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并将其与中国的东风41导弹相提并论。这枚导弹在印度媒体和多家境外媒体看来，就是在针对中国，扬言可以打击几乎整个中国。印度时报宣称，即使只是单弹头烈火5导弹，仍然提升了印度震慑中国的能力，并形容本次试射是中印爆发边境冲突以来，印方对中方发出的强烈信号。但有分析指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其5000公里的射程尚不满足洲际弹道导弹的条件，因为洲际导弹的起步射程是8000公里。此外，与其他国家的类似型号相比，烈火5以50吨的重量实现5000公里的射程并不出众，甚至非常落后，说明印度在弹体材料、发动机技术、弹体总设计方面等做的仍然较为粗糙。烈火5谈不上是洲际导弹，只能被视为一个这个中程的导弹，但是这个里我觉得做这种评论的人呢，实际上有点不太负责任，因为印度的主要对手呢，并不是跨洲的对手，所以说虽然说它不是一个洲际导弹呢，对于印度来说呢，他也觉得这个东西是够用的，而且他也自己也认为，就是说印度必定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
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家当然，从技术上来说呢，它也确实这个发展洲际导弹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啊。印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制烈火系列弹道导弹，目前已研制出从烈火1到烈火5型导弹，射程从700千米延伸至5000千米。烈火系列每个型号开发周期在4到5年左右。据悉，印度还在研制烈火6型导弹，射程达到1万千米，也采用多弹头设计，将具备全球打击能力。不过，有专家指出，印度仍需要解决大量技术问题，比如固体推进剂拖粘和裂纹等多种问题。美德法英4国领导人在 G20 峰会场期间举行会议，会后4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伊朗重返核协议，以免局势危险升级。声明还称，美国承诺将有条件地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美方声称的有条件究竟指的是什么？一直深陷泥沼的谈判会迎来新进展吗？来看报道。当地时间周六，美国、德国、英国、法国领导人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称，4国将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生产或获得核武器，恢复履行伊核协议后，针对伊朗的相关制裁将会解除，这将有利于伊朗经济增长。但只有伊朗做出改变，这一切才有可能。4国领导人呼吁伊朗抓住机会，展现诚意，称这是避免危机升级的唯一可行方法。声明中还说，拜登明确承诺，美方将有条件地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只要伊朗恢复履约，美国愿重返并全面遵守伊核协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向深圳卫视分析，美国所声称的有条件，实际是指美国在和伊朗谈判中所提出的条件有所变化。这次的谈判条件或删除部分额外要求，为美伊核协议谈判注入务实的可能性。因为过去美国和伊朗这个谈判中的要求，除了伊朗重返伊核协议的一些具体规定以外，还要求伊朗这个把伊朗的这个弹道导弹计划，还有伊朗的这个中东地区的政策要纳入这个伊核协议当中。我觉得他的这次提的这个条件和过去呢是有所改变的，也就是说节外生枝的东西没有了。所以说美国的这个条件回到了这个伊核协议本身，我觉得这个对未来伊核协议的谈判达成妥协，可能是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不过，就在美国总统做出承诺的前一天，美国财政部在周五宣布对伊朗无人机项目相关个人和机构实施制裁。制裁对象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无人机司令部指挥官赛义德·阿加贾尼以及其他与该无人机项目相关的个人和机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迪·卜扎德当天回应表示，美国现政府一方面表示有意愿重回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另一方面却继续特朗普时期的制裁手段。这表明美国实际上不可信。他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迄今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延续这种已经失败的政策只会带来新的失败。美国的施压和制裁不会削弱伊朗政府捍卫安全与安宁的决心。伊朗的这个声明，一个是反映出美国和伊朗相互这个不信任是很深的，因为双方敌对了几十年，互不信任，也没有外交关系，所以说双方之间这种敌意是很自然的。第二点呢，我想伊朗这样做呢，也是通过这个举动呢，压美国在谈判中做出更多的让步。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协议。2018年5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2019年5月以来，伊朗逐渐终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今年4月以来，伊核协议相关方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6轮会谈，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约问题。由于美伊分歧严重，以及伊朗政府领导层换届，新一轮会谈迟迟没有举行。今年10月27号，伊朗副外长巴盖里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与欧盟代表举行磋商后说，伊朗同意在11月底前重启伊核谈判。28号，巴盖里应邀访问俄罗斯时表示，新一轮谈判的唯一目标是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残酷和非法制裁。郭宪刚分析指，美伊双方如果继续坚持对方先迈出第一步，自己再迈出第二步，结果只能是停滞不前。
那么谁先走第一步，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实际上，双方同时相向而行，同时采取行动就可以。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要看美国和伊朗他们重返伊核协议的意愿究竟坚定不坚定。如果要是意愿坚定的话，那么这些问题，上述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都不是非常难的。